若非亲眼所见，真是让人万万不敢相信，一只长颈鹿竟然主动靠近人类，将自行车拦截了下来。都说生灵拦路必有缘故，不是报恩就是求助。长颈鹿之所以做出如此异常的行为，原来是遇到大麻烦了。他的同伴躺在地上即将死去，男子见状火速叫来动物救援队，可是抵达现场后，长颈鹿却失去了生命体征。抢救工作刻不容缓，工作人员立即展开心肺复苏，可是连续撞击了几十下，长颈鹿依旧纹丝不动。情急之下，工作人员果断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，好在药效发挥了作用，长颈鹿也从鬼门关渐渐苏醒。为了以防感染，工作人员用酒精进行消毒，并附上了一些药。当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们便将长颈鹿转移到动物园休养，直至1个月后，长颈鹿伤愈归来，感谢着好兄弟的救命之恩。我操！电鳗的威力究竟有多可怕？老虎前去河边喝水，被电鳗电了一下，瞬间躺地上嗷嗷大叫。贪吃的猎狗看见电鳗以为是什么美食，结果被电一下直接倒地不起。电鳗的威力恐怖如斯，能够瞬间释放几百伏的电压。不信邪的美洲豹还想拿捏电鳗，不料一口下去，电鳗立即释放高压电，这把美洲豹吓得一激灵退出3米开外，幸亏跑得快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美利坚一只鱼才进缸里，结果仅仅不到2秒，这条鱼便瞬间被电得一动不动。倒霉的鳄鱼以为逮住电鳗就可以饱餐一顿，结果下口的刹那，浑身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。短短几秒时间，鳄鱼就被电晕过去，失去了知觉。更倒霉的则是这只癞蛤蟆，下水1秒不到，4条腿瞬间就直了。癞蛤蟆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自己这辈子竟然会以此等特殊的姿势在水中活动，全程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只感觉浑身麻痹，无比僵硬。即便电鳗停止10多秒不放电，癞蛤蟆也难以缓过神。真没想到电鳗的威力竟如此可怕。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为聪明的角马。面临野狗群的围追堵截，角马没有选择一味的逃跑，而是主动靠近车辆，寻求护林员的帮助。他将局部对到轮胎外侧，防止野狗掏缸。然而这些野狗根本不把护林员放在眼里，上来直接就咬住角马的面门，使劲拉拽，打算把角马拉出来，从后方进行掏缸。角马十分清楚野狗的套路，持续后退贴近车辆，便是不给对方有机可乘。几只野狗则三面包抄，意图采取强攻。角马见苗头不对，赶紧向不远处的同伴跑去，似乎想将野狗群的火力转移至同伴身上。可惜这些野狗并不容易糊弄，依旧穷追不舍，死咬着角马不放。好在角马非常聪明机智，局部隐隐作痛之际，连忙调整身位，随后将头上的犄角对着野狗狠狠撞击上去。眼看又来了几名同伴，角马立刻以迅雷之势冲了过去。话说最好的脱身办法就是把敌人的火力转移到同伴身上。角马的计策效果极佳，自己虽化险为夷了，但同伴却遭殃了。要说这招可实在是太损了。当花豹发现一只小牛犊落单后，便立即进入狩猎状态，快速扑向小牛犊。这对于小牛犊而言无疑是致命的，仅是短短时间，小牛犊就被花豹斩获，叼着打包带走。尝到甜头后，花豹简直一发不可收拾，当着一群水牛的面就敢冲上去，咬住小牛犊的脖子，一路狂奔。显然牛群并不会让他轻易得逞，一窝蜂围上去，用牛角狠狠撞击花豹。为防止受到不必要的损伤，花豹果断丢下小牛犊，跳往树上暂避锋芒。虽此次狩猎宣告了失败，但花豹似乎不打算轻易罢手。为了填饱肚子，花豹又锁定了一只小牛犊，不容半刻犹豫，当着母牛的面就直接采取行动。母牛见大事不妙，连忙抬起牛角进行阻止，而花豹即便拖着小牛犊奔跑，速度仍保持遥遥领先。想必花豹若非饿急眼了，也定然不会如此疯狂。不过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，拖着小牛犊一路奔跑，体力也很快就消耗殆尽，结果被牛群追上，堵住了去路。幸亏花豹懂得爬上树躲避，否则被牛群逮住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这是动物界中最感人的一幕，一只小羚羊不幸与父母走散，迷失方向的它不知自己该去哪里，而长颈鹿的出现对它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威胁。毕竟弱肉强食的草原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怜悯，何况小羚羊在长颈鹿面前仿佛如同蝼蚁，一旦长颈鹿心生歹念，一脚便可了结小羚羊的性命。然而出奇的是，长颈鹿并没有这么做，反而是一前一后保持着安全距离，为小羚羊一路保驾护航，以防被猎狗、狮子、花豹等猎食者袭击。简直难以想象，两只长颈鹿的心地竟会是如此善良，生怕小羚羊受到任何一丁点的伤害。两只长颈鹿不时左顾右看，一路找寻羚羊妈妈的身影。好在羚羊妈妈并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的孩子，
就在不远处，双方都看到了彼此。羚羊妈妈迫不及待，立马跑了过来。在长颈鹿的帮助下，两母子终于破镜重圆。在充满杀戮的环境下，仍旧能够保持一颗真诚善心，属实难得。在这里，必须给长颈鹿的善举竖个大拇指。我操！猎狗一口咬住羚羊肚皮，企图将其拿下，不料被羚羊甩了几圈，一脚踹飞。不甘心的猎狗很快便锁定了第二只羚羊，冲上去就是狠狠一口。羚羊虽反应过来，起身逃跑，但皮肤愣是被猎狗撕了一片下来。若非亲眼所见，简直不敢相信猎狗的牙齿居然如此锋利。狩猎接连失败的猎狗没了办法，竟跑去抓捕角马幼崽。年纪尚浅的小角马虽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但看见猎狗就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于是拼命逃窜疏远距离。然而关键时刻，猎狗却展现出极快的奔跑速度，将小角马顺势扑倒。小角马手无缚鸡之力，即将命丧猎狗口中。岂料千钧一发之际，母角马杀了过来，他将猎狗赶走，救出了自己的孩子。饥肠辘辘的猎狗束手无策，为了吃顿饱饭，竟选择冒险闯入羚羊群狩猎。他死死追着刚出生不久的小羚羊不放，追上之后，随即就是一记锁喉叼着小羚羊打道回府。此等行为简直比土匪还要土匪，而期间旁边羚羊群就眼睁睁看着不为所动，这也让猎狗简简单单又得了一餐。这头雄狮简直胆大包天，竟当着象妈妈的面将小象当场斩获打包带走。雄狮的行为无疑是打着灯笼上厕所找死。原来就在刚刚，象妈妈历经600多天的日夜煎熬，终于将小象产下。而小生命的诞生本该是件极为神圣的事情，却偏偏被暗处饥肠辘辘的雄狮所盯上。尽管象妈妈具备保护幼崽的能力，但分娩期间没吃没喝，此刻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。正当象妈妈把幼崽丢一边，打算吃些树皮垫垫肚子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雄狮竟明目张胆地前来抓捕小象。象妈妈想追上去救出孩子，奈何奔跑速度远不及雄狮。象妈妈被气得心如刀绞，赶紧发出信号，召集族群成员杀进狮群根据地。跟随妈妈出来溜达的小狮子被追到就是活活才死。象群团结的力量势不可挡，好在狮群反应及时，连忙逃跑，否则非得被象群铲平不可。象妈妈心急如焚，四处搜寻小象，可惜赶到时，小象早已奄奄一息。见此一幕，象妈妈瞬间潸然泪下，久久不愿离去，而狮群则蹲守一旁，等象妈妈走后饱餐一顿。一匹骏马哭得泣不成声，眼泪不停从眼角滑落。它挣脱缰绳，不顾主人的阻拦，跟一辆小汽车一样快速冲刺在街道上。那么骏马这究竟是要干嘛呢？原来他家小主人得了重病，躺在医院，而骏马也是充满了灵性，为了探望小主人的病情，竟独自走进住院部里面。好在这名医生之前见过骏马，对他也并不陌生，这才主动牵引着骏马走进电梯间。在电梯里，骏马默不作声，看似心中毫无波澜。然而就在医生一路将他带到小主人的病房时，走进病床的骏马顿时潸然泪下，此刻他哭得跟个小孩一样。原来骏马与小主人的关系非同一般，曾经骏马在小主人的陪伴下度过了漫长时光，骏马也是一年一年的看着小主人长大，他们的感情甚是亲人。看着骏马前来探望小女孩，也十分高兴，不停用手抚摸着骏马。骏马探望主人的一幕也感动了周围所有病人。万物皆有灵，草木亦有心，不得不说骏马实在是太有灵性了。这头母狮刚擒获了一只角马，而奇怪的是，母狮却不像往常一样朝着猎物的腹部入手，反倒是抱着角马的嘴巴啃了起来。只见他伸出舌头，不断舔舐角马的脸颊，仿佛对角马身上的那股膻味情有独钟。每当舔完一次，母狮就会露出极度舒适的表情。这头母狮实在太鸡贼了，竟躲藏在草丛中埋伏，等到角马经过时，就快速发动攻击。角马逃跑不及，被一口死死锁住了口鼻。角马可不想就这么被撂倒，抬起蹄子就狠狠地朝母狮肚子上招呼。而母狮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尽管身体已经吃痛，却依旧咬紧牙关，怎么都不肯松开。直至几十分钟后，角马体力不支，母狮这才调整姿势，将其摁在地上锁喉。虽然角马拥有一身蛮力，但母狮却是从后面锁喉，任凭角马四肢如何踢踹都无济于事。随着角马慢慢没有了生命体征，母狮也就迫不及待开始细品这顿来之不易的马肉大餐了。这只猎狗实在倒霉透顶，觅食途中遇到雄狮就被逮住一顿胖揍。猎狗惊恐不已，找到机会立马就转身逃跑，雄狮尾随其后发起冲锋，结果猎狗还没跑出去多远，就再次被雄狮抓住。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，
附近另一头雄狮发现动静后也跑了过来，两头雄狮一前一后咬住猎狗的薄弱部位进行输出，猎狗疼得嗷嗷大叫，却没有半点还手之力，仿佛如同小鸡仔一样被暗地上轮番摩擦。作为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，雄狮绝不心慈手软，教训或杀死对方是雄狮的必然手段。果不其然，随着猎狗慢慢丧失反抗能力，雄狮随即便锁住其咽喉部位，猛然拽向一边。强烈的窒息感让猎狗瞬间喘不过气，而雄狮则一鼓作气，不断增强锁喉力度，那副狰狞的模样简直令人不寒而栗。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猎狗就没有了任何动静。雄狮也嫌弃猎狗肉比较臭，根本提不起半点兴趣，直接往草坪上一丢，就准备扬长而去。一群野马正在亡命狂奔，只因身后一只饿急眼的棕熊在奋力追杀。好在马匹的奔跑速度非常之快，这让棕熊即便腿都跑冒烟了都无法追上。为了填饱肚子，棕熊也是没了办法，看到一只未成年的小野牛冲上去，就要将其抓住饱餐一顿。然而小野牛性情鲁莽，抬起牛角就朝棕熊持续逼近，似乎想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。殊不知示弱恰巧是棕熊的诱敌之策。或许碍于二脚兽从中作梗，棕熊竟一路吸引小野牛前来，直至小野牛踏入攻击范围，棕熊掠食者的本性瞬间暴露，当即趴在小野牛身后疯狂啃咬背部。小野牛意识到不是对手，连忙拔腿逃跑，可惜一切已经为时已晚。棕熊不依不饶，就跟狗皮膏药一样贴着小野牛。尽管小野牛皮糙肉厚，可被追着折腾几十分钟，小野牛即便铁打的也招架不住。果然，随着体力逐渐消耗殆尽，没多久，小野牛就被棕熊成功撂倒。棕熊聪明机智，硬是把未成年小野牛骗得团团转。看来这下棕熊可以美美的饱餐一顿了。猎狗觅食途中，竟意外发现一头狮子的躯体，这把猎狗给高兴的不时用后背蹭狮子的躯体。猎狗也没尝过狮子肉的味道，如此泼天的富贵犹如晴天霹雳砸在猎狗头上。原来就在刚刚，这头年轻的流浪雄狮入侵了狮王的领地，不料恰巧被正在巡视领地的狮王两兄弟撞见。不知怎么回事的流浪雄狮很快就被抓来按在地上一顿摩擦。然而流浪雄狮不甘沦为待宰羔羊，利爪奋力朝狮王兄弟面门挥舞，便是准备杀出一条血路从中逃脱。可惜任凭他如何挣扎，狮王都死咬着他的尾椎不松口。流浪雄狮寡不敌众，哪里是狮王两兄弟的对手，当场就被狠心的做了正骨治疗。狮王两兄弟也不吃他，直接丢到一边。闻着气味找来的猎狗发现这一幕，顿时就乐得合不拢嘴。当然，吃狮子肉对于猎狗而言并不是重点，若是被族群成员看见自己斩杀一头雄狮的壮举，估计也够猎狗吹一辈子的牛了。看来猎狗今天算是赚大发了。美洲豹幼崽不幸被一群巨獭盯上，正打算跳到一侧石头上逃走时，却被突如其来的巨獭当场偷袭。起初贪玩的小美洲豹背着父母悄悄跑出来下水玩耍，年幼的他哪里知道外面凶险。当他玩够了准备回家的时候，才发现凭借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爬上地面。而附近巨獭看到小美洲豹一直在那徘徊，且没有家长陪同，瞬间也就起了歹心，要将其抓住饱餐一顿。小美洲豹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顿时就吓得想要逃跑。岂料一只巨獭突然扑过来，将小美洲豹直接带入水中。这只巨獭也不急着下手，而是拽着小美洲豹与同伴疏远距离，似乎想吃独食的一副模样。小美洲豹手无缚鸡之力，即将命丧巨獭之手。好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四处找寻幼崽身影的美洲豹恰巧观察到这一幕，并且快速冲向巨獭展开营救。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，巨獭不得不放开小美洲豹以求自保，否则必将命丧当场。要说小美洲豹也是福大命大。巨蜥三嫂终于踢到了钢板，她舌头被树懒的爪子勾住了，这把巨蜥疼得当场嗷嗷直叫。而这一切也都是巨蜥自作自受，他仗着自己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蜥蜴，对附近的动物大打出手。野鹿母子还不知危险降临，小鹿就瞬间遭到袭击，被叼着打包带走。就连大几十斤重的鳄鱼巨蜥也是一口闷。胆大的猴子对着小巨蜥一顿暴锤，不料下一秒就被巨蜥逮住，成了送上门的外卖。在巨蜥面前花豹的幼崽，他也是想吃就吃，草原之王还想和他一较高下，结果被巨蜥一口咬住，嘴巴疼得吱哇乱叫。摄影师毕业想租房子，找保洁维修，58同城全搞定。巨蜥口中携带几十种病菌，别说狮子惹不起，哪怕老虎来了也是被打得节节败退，生怕被他那张毒嘴咬到。在吃货巨蜥面前，万物皆可吃，别说穿山甲难逃魔爪，发起狠来甚至自己的同类都不放过。不料这次他要吃树懒，结果被树懒勾住了舌头，看来这下巨蜥是不敢乱来了。我操！这是一场极为残忍的杀戮，两头流浪雄狮入侵了地主雄狮的领地，
趁地主雄狮睡觉之际，从后方展开偷袭。地主雄狮虽实力强悍，可面对不讲武德的2只流浪雄狮，明显寡不敌众，连反击的余地都没有。仅是短短时间就被打趴在地上站不起来。然而2只流浪雄狮并没有痛下杀手，只是将其尾椎咬断丢在一边。透过地主雄狮痛苦不堪的模样，也能得知这种伤害绝对是致命性的。而废除地主雄狮后，该片领地也就被2头流浪雄狮占领了。他们接管狮群的第一件事，则是对地主雄狮的孩子痛下杀手，好让狮群里的母狮尽快进入发情期，为自己繁衍后代。年少无知的小狮子浑然不知自己已经大祸临头，流浪雄狮突然就是一口将其锁喉，直至几分钟后，小狮子彻底凉叼着打包带走。如有反抗的母狮，他们也完全不留情面，直接就是斩杀当场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在动物界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。一匹骏马哭得泣不成声，眼泪不停从眼角滑落，它挣脱缰绳，不顾主人的阻拦，跟一辆小汽车一样快速冲刺在街道上。那么骏马这究竟是要干嘛呢？原来他家小主人得了重病，躺在医院，而骏马也是充满了灵性，为了探望小主人的病情，竟独自走进住院部里面。好在这名医生之前见过骏马，对他也并不陌生，这才主动牵引着骏马走进电梯间。在电梯里，骏马默不作声，看似心中毫无波澜。然而就在医生一路将他带到小主人的病房时，走进病床的骏马顿时潸然泪下，此刻他哭得跟个小孩一样。原来骏马与小主人的关系非同一般，曾经骏马在小主人的陪伴下度过了漫长时光，骏马也是一年一年的看着小主人长大，他们的感情甚是亲人。看着骏马前来探望小女孩，也十分高兴，不停用手抚摸着骏马。骏马探望主人的一幕也感动了周围所有病人。万物皆有灵，草木亦有心，不得不说骏马实在是太有灵性了。